小年，我警告你别乱来。乱来？我不是在看小说吗？盛家为了给车祸变成植物人的长子冲喜，将拜金与乔年娶进门。然而乔年对老公盛云兰一点兴趣也没有，反而惦记起替哥哥完成婚礼的小儿子盛云奇。我们不能这样。于是乔年在新婚之夜，竟然开始勾引小叔子。我说我不是乔年本人，你信吗？哼，你觉得呢？乔年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他勾引你，你还护着他？大嫂喝醉了，可能她把我当成大哥了吧？乔年，你要搞清楚，盛家娶你进门不过是为了给盛云兰冲喜，云奇只是替他哥哥完成婚礼，他可不是你老公。盛家冲喜，我真的穿书了。大晚上的，你们在这儿干什么？伯母，刚才我来的时候看见乔年在勾引云奇，你瞧瞧，云奇的衣服都被他扯烂了。喝多了就早点睡，大晚上的撒酒疯多不好。你既然嫁进我们盛家，就是我们盛家的人了，务必要谨守本分。妈，您教训的是，我一定谨记在心。别以为有伯母护着你就得意忘形，你要是再敢勾引云奇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说完了。慢走不送。我想想，书里的乔年什么结局来着？乔年背叛老公，勾引小叔子，贪污盛家财产，最后锒铛入狱，凄惨死在狱中，妥妥恶毒女配的下场啊！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太惨了，我可不想沦落到这种地步。一会儿让司机送你去趟疗养院看看云兰，也好培养培养感情。妈，我都听您的安排。乔年呐，你是个好孩子，妈这里啊有点心意，你拿着，这里边有1000万，你先花着，不够的话呢，妈再给你。多少？1000万！这泼天的富贵终于轮到我了。乔年，不瞒你说，盛家娶你过门呢，确实为了给云兰冲喜，这点我们盛家对不住你。妈，您别这么说，能嫁进盛家是我的福气，往后我一定好好照顾云兰。你要这么说，妈可就放心了，孩子。盛云兰哪是什么植物人老公，他是我的金主爸爸呀！我记得书上说，盛云兰因车祸成为植物人，卧床了2年，整个人骨瘦如柴，形如枯槁，该不会真长得跟个合同似的吧？哎呀，1000万，1000万，为了1000万拼了！这是我的植物人老公，就这长相，这身材，原书里的乔年啊，多少有点不知好歹呀。书里的盛云兰最后是会醒过来的，她会不会现在已经开始恢复意识了？不行，我得对她好点。老公，你躺这么久，应该也闷了吧？我给你读本书解解乏。只见金莲端着一碗汤药，扶起躺在床上的大郎，柔声轻唤一句：“大郎该吃药了。”这谁买的《金瓶梅》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少夫人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您该休息了。那这几日就辛苦你照顾云兰了。您客气了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盛总，你听我狡辩，不是你听我解释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看你最近啊，就是太闲了。对了，盛文琪那边有什么动作？二少好像在打少夫人的主意。哼，那可就有意思。云奇，你想好接下来该怎么办了吗？盛云兰身边的那个王特助已经够难缠的了，现在又多了个碍事的乔年。急什么？乔年是敌是友，还不是我说了算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婚礼那晚你都看到了，只要我略施小计，他就会乖乖上钩。你是打算色诱？我这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，只是这样做肯定会委屈了你。只要能达成你的目的，我受点委屈算什么？身份证呢？怎么可能找不到嘛？这要我怎么取钱嘛？哎，盛云奇，有事儿？你有看到我的身份证吗？为了跟我搭讪，这么拙劣的借口都用上了。乔年，这可是你主动送上门来的，你的身份证，我怎么会知道？也是啊。我态度稍微冷漠一点，你就不高兴吗？大嫂，我得提醒你，只要我大哥活着一天，你都是我的嫂子，我们之间别无可能啊。所以你不必费尽心机引起我的注意。不是这盛云奇脑子有毛病吧？莫名其妙。云奇，乔年上钩了吗？放心吧，我先给他一巴掌，再给他一颗甜枣，他能不上钩？找到了啊！我可得好好想想，这1000万我到底该怎么花。有了乔年跟我们里应外合，接下来对付盛云兰可就简单多了。你可不许假戏真做啊！就凭他，也配？除了他之后，接下来就是盛明珠了。云奇，你可不许手软。手软？除非他盛明珠愿意把盛世的继承权交给我。盛总，二少安插在集团内的人，要不要全部清掉？不必，几个跳梁小丑而已。对了，少夫人那边有什么动作？你这是什么表情？太太给了少夫人一张卡，少夫人取了一箱子现金。哼，何以解忧，唯有放富啊！就是这种感觉。怎么是你？有事吗？妈让我叫你下去吃饭。我去收拾一下。这是在跟我玩欲擒故纵？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等你一起下去。他能有这么好心？盛云奇这家伙不会是想偷钱吧？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没什么，你先下去吧，我马上就下。
哼。大嫂还真是有面子，让全家人等你一个。爸妈，你们以后啊就不用等我了，先吃就行。那是什么话？一家人呐，当然要齐齐整整的。坐。我听说你啊去疗养院陪云兰，还经常给她读书解闷儿。这点小事儿不值一提的。能娶到你呀，真是云兰的福气。你平日里呀多去陪陪云兰，云兰要是醒过来呀，那都是你的功劳，妈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放心吧，妈，云兰那儿有我呢。好，吃吧。这种财色兼收的活，舍我其谁呀？哎，我没记错的话，那里面住的是个植物人吧？应该是病人家属在笑吧？也是，照顾植物人哪有不疯的？笑死我了！乔年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怎么来了？你就这么对我哥的？你哥都没说什么，你急什么？看来乔年对我哥是真的没有感情，来疗养院看他也只是为了应付家里人罢了，那事情就更好办。乔年，我理解你的感受，换做是谁，嫁给一个植物人，都不会高兴。我为什么不高兴啊？有婆婆宠着，给钱花，植物人老公还不用回家，这种日子太爽了。你就强颜欢笑，乔年，你骗得了别人，但骗不了我。不如我们开诚布公的聊一聊。盛云奇这家伙总往我跟前凑，不会是惦记我的钱吧？我可告诉你啊，那张卡可是妈当着全家人的面给我的。什么卡？哼，我堂堂盛家继承人，会在乎你那点钱？那可不好说。反正我不管，我凭本事拿到的钱，谁也别想惦记。盛云奇，你要干什么？好啊，觊觎嫂子的美貌是吧？我是死也不会从的。乔年，你应该明白，盛家把你娶进来，就是把你当个吉祥物。1000万就只用当个吉祥物，这钱我拿着不踏实。要不我再吃口翔？乔年，大哥只是个植物人，只要他没了，我就是盛家唯一的继承人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钱都要进你的口袋。乔年，知道你喜欢的是我，只要我哥不在了，我们之间就不会有阻碍了，你明白吗？他什么意思啊？是想让我帮他弄死盛云兰？这剧情走向跟书里完全不一样啊！我只是心疼你嫁给一个废人。盛云兰，你可真是个大冤种。盛云奇，我倒要看看你玩什么花样。那你要我怎么办？别怕，我们一起解决。大哥还在这儿，这样怕是不妥吧？他就是个废人，我就算当着他的面走又怎么样？那沈冰姐呢？她不是你的未婚妻吗？哼，谁对我有用，谁才能做我的女人。哎，你这就走了？你把话说清楚啊！盛总，人已经走了。盛总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只是突然知道我的亲弟弟和我名义上的妻子勾搭成奸，有些感慨。二少陷害你也就算了，连少夫人也……我一个废人，他不喜欢我很正常。对了，最近盛云奇可能会有动作，务必找人盯紧他。是，不光是他，家里也得盯紧。放心，一切都在掌握之中。只是盛总，您已经恢复的事，打算瞒到什么时候？不急，总得把身边的鬼都揪出来才行。盛云兰那家伙虽然没有醒，但万一真有意识呢？
我得赶紧回去跟他解释，免得到时候被盛云奇反咬一口。不好，少夫人回来了！你刚才不是说人已经走了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我怕盛总不舒服，想把他抱到床上休息。等会儿吧，你先出去，我跟云兰说会儿话，我有话跟盛总说。啊。盛云兰，你都不知道你那个弟弟呀有多不是东西，连自己的亲哥都害，真的是缺了大德。你也不遑多让。也不知道他盛云奇哪来的自信，还想 PUA 我，让我去做这个法外黄图，他好坐收渔翁之利，笑死！我很傻吗？我看你也聪明不到哪里去。乔年，你不会是想毒死我吧？我给你换换口味，你别不知好歹啊！乔年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不过你放心哈，你妈的那1000万绝对不白花，你现在就是我的金主爸爸。盛云奇想要害你的话，得先过我这关。他怎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？还想色诱我？姑奶奶让他知道这社会的险恶。乔年，喂妈，我在疗养院呢。晚宴，行，那我这就回去。哎，少夫人这么快就走了？妈让我参加晚宴，云兰就麻烦你多照顾一下。盛总别吃，万一有毒。我先前让你盯紧盛家，你上点心。盛总您放心，我一定盯紧盛家，盯住少夫人，不让她靠近你半步。倒也一直啊，我是说让你保护好少夫人。您之前不是还让我盯紧少夫人吗？说过这话吗？那是你听错了。对，是我听错了，您说的对。对了，帮我安排一下，今晚我要出去一趟。啊？你又出去？怎么？你有意见？该出去见识一下这社会的险恶。哎，这位你认识吗？陈总，我记得书里说过，盛云奇就是在这场宴会上大出风头，获得了盛世高层的认可。不行，我不能放任他动摇我金主的地位，我得给他找点麻烦。嗨，这不是妈的好闺蜜苏阿姨吗？跟沈冰洁走得挺近啊。这里是盛世集团高层聚会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是盛云兰的妻子，我参加盛世集团的聚会，还要经过你的允许吗？不过是嫁了个废人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云奇，冰洁妹妹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？不然她怎么老是针对我呀？梅姐，跟他道歉。什么？你让我跟他道歉？你阴阳我，我就跟你察言察语，看谁恶心谁。你忘了我之前是怎么跟你说的了？别这么不懂事。这盛云奇怎么一股子爹味儿啊？对不起。什么？声音太小了，我听不见。对不起，刚才是我不对。这就对了嘛。
搞清楚自己的身份。我是大，你是小。大嫂，这里这么多人呢，别胡说。我胡乱说什么呀？我是大嫂，她嫁进盛家来之后，她就是弟妹。我是大，她是小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们在想什么呢？哦，嗨，合作愉快啊！哎，云奇，你看我今天这身打扮，好看吗？好看。那是我好看，还是冰姐好看？你好看。不好意思啊，冰姐妹妹，云奇说我好看。怎么会？我们云奇她一向绅士。果然是一个被窝里睡不出两种人，一个会演，一个能忍，简直绝配啊！盛总，还有什么需要吗？把你的备用寄给我，替我打好掩护，别露出马脚。盛云奇那孙子今晚到底憋着什么招呢？就我这脑子，搞商战也只能想到抢公章、交发财树这种手段了。小王啊，盛云奇这人挺爱出风头的吧？小王现在了不得了呀，敢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。云奇，你对乔年也太纵容了，一点也不考虑我的感受。沈冰洁和盛云奇，他俩什么癖好呀？怎么错觉这么大？讨厌，人家就是不想让你跟他走得太近嘛。好了，我对他没兴趣。他那种女人，也只配给那个废人冲洗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这是让我成为你们两个 play 的一环是吧？隔壁的，你们是不是看不起房呀？我给你们赞助50，少在这里恶心人。你走路不看路啊？到底是谁光看手机不看路？那你没看手机，不也没看路吗？戴个面具装酷了不起啊？来，喝。不错，是呀，最近生意还好。乔年，你看到云奇和冰洁了吗？在女厕所做不可描述的事情。这俩孩子跑哪儿去了？马上就表演节目了。表演？对啊，云奇想跟冰洁一起表演4手联弹，给高层和合作伙伴们助助兴。我还担心自己脑子不够用呢，结果这俩货憋了一晚上，就为这出啊！助兴，想出风头还差不多。妈，既然是助兴，那也算上我一个吧。你也要上台表演？大嫂还会弹钢琴呢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一个破落户，连架钢琴都买不起，还敢上台表演呢？大嫂，就算你想要出风头，也得分分场合呀，万一搞砸了，多尴尬呀！我是不会弹钢琴，但是我可以上台给你们当绿叶。这也不行吗？乔年，你非要上赶着丢人现眼，那我也不拦着你。既然大嫂都这么说了，我跟云奇当然没有意见啦。行，都是一家人。
那你们3个就一起上台吧。为了吸引我的注意，乔年，你可真是煞费苦心。这是梦中的婚礼。盛总，这对金童玉女好事将近了吧？哎，吹的还真好。这钢琴配唢呐，有这么乱来的吗？还别说，这唢呐真不愧是乐器中的流氓啊！确实啊。吹的真好。乔年，真有你。乔年，你故意的吧？我怎么了？梦中的婚礼配上喜，主打中西合并一条龙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也不看看今天什么场合？我看你是疯了。乔年，今天来的都是盛世的高层，这种场合之下，大嫂怎么能胡闹呢？就是，也不嫌晦气。我胡闹，还是说你们的乐器根本就压不住我？或者是说你们觉得唢呐不配与钢琴同台？哼，这么低俗的东西也配登大雅之堂？低俗？苏阿姨，没有知识总得有点见识吧？民族的才是世界的，崇洋媚外怎么行呢？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乔年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来教训我？明珠，这就是你的好儿媳呀，一点也不知道尊重人。你是长辈，说话不要这么难听。哎呀，苏阿姨，尊重这种东西是相互的，你不尊重我，也不尊重我的表演，我还不能反驳了。乔年，你别得理不饶人。盛云奇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，倒还挺护着苏璇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苏璇是他亲妈呢。别说，他俩长得还真有点像。奇怪了，盛云奇长得既不像盛明珠，也不怎么像高鹏飞，倒是跟苏璇挺有母子相的。我过去看看。刚才我在台上让沈冰洁难堪，盛云奇都没急，反倒是看见苏璇被怼，急得跟狗似的。以我多年追剧和熬夜看小说的经验来看，这事儿细思极恐啊！大嫂挺孤独的吧？有事儿吗？当然是来看你的笑话。乔年，你不要以为破坏了我的演奏，得到了大家的亲眼，就可以得到盛世高层的亲眼。你以为我是破坏你的演奏？那你格局小啦。承认吧，你就是嫉妒我，所以才想借着这次机会出一出风头。你想尽办法，不过是个跳梁小丑罢了。现场这么多人，却没有一个人邀请你跳舞，可想而知你有多失败，多可笑。小姐，能否邀请你跳一支舞？是他？邀请他跳舞？你没搞错吧？请小姐赏个脸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她可是盛家的大少奶奶，可不是你能招惹得起的。我的事就不劳烦沈小姐一个外人费心了。这人怎么这么眼熟？盛世公司也没有这号人物啊。你刚刚为什么要帮我？如果我说我只是单纯的想请乔小姐跳支舞，这个理由
够不够？你这句话骗骗别的小姑娘可以，我可不行。跟乔年跳舞的人是谁啊？看着好眼熟啊。今天来的都是盛世的高层，看着眼熟很正常。你刚刚得罪了沈冰洁，她或许不能拿你怎么样，但盛云奇就不好说了。哼，乔小姐这是在担心我。放开我！你想干什么？我不想干什么，我只是想告诉乔小姐，跟我跳舞的时候要专心点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，重要吗？你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接近我到底想要干什么。我好心帮乔小姐解围，乔小姐这是打算恩将仇报？不行，现在沈冰洁对我虎视眈眈，我不能再把无辜的人牵扯进来。你放手。乔年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今天这场宴会原本是为了让你在各位高层面前露个脸，没想到被乔年搅了局。唉，乔年的确不懂事。云奇，不提他了。苏阿姨刚才让我问你，盛云兰那边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啊？苏阿姨，她也掺和进来了。妈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妈，我没听错吧？盛云奇管苏璇叫妈。他是觉得多了个乔年太碍事，尽早动手，免得夜长梦多啊。让妈不用着急，我心里有数。果然啊，艺术源于现实，现实往往比小说更狗血。谁？怎么了？不听。嘘。找到人了吗？没有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不可能，刚才一定有人偷听，继续找。又怎么了？怎么又是你？这话应该是我问你吧？你跟踪我？你怎么这么想？好歹帮了你2次。乔年，这么做对你没好处。少跟我玩欲擒故纵，我可不吃你这套。你以为同样的招数能对我用2次吗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原本不打算做什么的，但现在我改主意了。你怎么不躲？我为什么要躲？你就不怕我真亲下去？万一你长得帅呢？我岂不是赚了？哼，那要是我长得丑呢？那就眼不见为净喽。你这个女人果然挺有意思的。说吧，你是谁？为什么要刻意接近我？你尽管猜，总之我是不可能。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不会吧？难道他是？师傅，去怡安疗养院，要快，我加钱。你再快点，顺总，再快就得用飞的了。别过去，乔年在那儿。那怎么办？对。少夫人，您怎么来了？盛云兰呢？她在里面吗？当然。
那正好，我进去看看他。装，你继续装。谁把空调开这么高的？瞧把我们盛总给热的。到底是热的还是赶路赶的呀？你别装了，我都知道了。哎，你醒醒，醒醒啊！赶紧起来，醒醒，盛云兰，给我起来！少夫人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盛总他都躺了2年了，能起来早起来了。我本来想给你们打开天窗说亮话的，既然你们不配合，那就别怪我用别的方法了。属下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不懂是吧？那你给我解释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扳指看着有点眼熟，好像和我们盛总手上有点像。不过像归像，但是不是我们盛总。死鸭子嘴硬是吧？是不是他？我检查一下就知道。这怎么可能？少夫人，我就说你误会了吧，我们盛总的扳指好好的戴在手上呢。幸好这扳指是一对，否则就露馅了。难道真的是我弄错了？哎，少夫人，您盼望着盛总醒来，总归是好的。但是就这事而言，少夫人恐怕您是真弄错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出去吧，我有事跟他说。是。难道真的是我弄错了？乔年这小傻子，难得从严一回，还挺不好糊弄。不过既然我来了，也就顺道跟你聊2句。我之前还在纳闷儿，为什么你这个弟弟这样？无非是为了盛家的家业，这没什么不能理解的。在利益面前，亲兄弟又能怎么样？搞了半天，你们压根儿都不是亲兄弟。不是，你说什么？我一开始也不信，直到我听到盛云奇管苏璇叫妈。云奇，你还要忍到什么时候？大半夜的，苏阿姨为什么会在云奇房间？我也想找，可是大哥能力出众，有他在一天，我就永远没有出头机会。原来他们竟然是母子关系，那之前的一切都解释得通了。算你小子运气好，遇到人美心善的我。我一定会把这个事情追查到底的。你想怎么查？只有千日做贼，哪有千日防贼的呀？我就不信我找不到证据。乔年，你想干什么？时间不早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盛总，少夫人已经走了。我知道。今晚差点露馅了，要不是盛总你反应快，恐怕真的要被少夫人发现了。我现在倒是后悔，没早一点告诉他。盛总，您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让你保护少夫人的事情一定要执行，不管她去了哪里，我都要第一时间知道。盛总，您放心，少夫人那边有任何异动，我都会第一时间通知您。时间不早了，您早点休息吧。苏璇什么毛病？怎么会约盛云奇来这种地方碰面？苏阿姨怎么约你去那种地方见面？可能是有什么要紧事，怕人多眼杂。你先回去，明天我们一块儿过去。这种鬼地方，要不是一路跟踪盛云奇过来，我还真找不着。出什么事了？少夫人独自出门了，而且行动路线很奇怪。盛总，你看，上面写着少夫人在一处西郊烂尾楼里。不，就那肯定有危险，我得去看看。盛总，你不能去，万一被人发现，我们就前功尽弃了。遇到人美心善的我，既然嫁给你，是绝对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儿。我一定会追查到底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无论如何，小年不能出事。早猜到盛家有内鬼，这一次我看你往哪儿逃！啊，是陷阱！抓住他！是。
站住！别跑！还是你聪明，想出这个引蛇出洞的主意。我倒是很想看看他到底是谁。站住！我看你往哪跑！人呢？他肯定在这栋楼里面，跑不了的。咱俩分头追，你去那边。好。这烂尾楼1层是商铺，层高至少4、5米，摔下去怎么也得脱层皮。你醒了？你什么时候醒的？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我们先离开这里。收手！他跑了，还追不追啊？你个笨蛋啊！2条腿能追上4个轮子吗？没用的东西，连个女人都抓不住啊！云奇，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别急，一次不行，还有下一次，总能把他揪住。所以，你其实早就醒了，是为了收集证据，抓出幕后黑手，才继续装成植物人的。我一直躺着，害我的人才会放松警惕，我也可能从背后行事。果然，原书的剧情都是站在盛云奇和沈冰洁的角度去写的，真相都被隐藏在看不见的地方。不过有一说一，盛云兰这家伙竟然能装这么久，也是真够腹黑的啊！你今天虽然没有暴露，但难保他们不会怀疑到你的身上。盛家有我的眼线，过2天我会找一个人出来顶包，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。我自己又不是不能处理。把你牵扯进来，我就得对你的安全负责。在我面前，就别逞能了。我觉得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。你这话从何说起？你还知道疼啊？你先前徒手接住我，你胳膊没断就算幸运的了，还在那儿撩人，也不知道是谁撑的。复习一场，要不要这么狠？我再狠，狠过你那个弟弟吗？继续扮演你的植物人吧，你的秘密我会替你保密的。等等，什么事儿？扳指。扳指不是在这儿吗？我说你先前捡到的那只，那是我凭我自己本事捡来的，凭什么要给你？哼！盛总，您为什么不告诉少夫人，那个扳指是盛老爷去世前留给你的？他喜欢就给他吧，横竖他也不是外人。连盛云兰都那么在乎这枚扳指，肯定很值钱。行，这回又有动力跟盛云奇继续周旋了。我已经问过了，今天出门的人除了伯母还有乔年之外，就只有张妈了。联系上了吗？一直没有联系上。看来张妈就是那个内鬼了，可惜没捉到她，否则我一定要搞清楚她在替谁办事。说悄悄话呢，大嫂还知道回来啊？谁都跟你似的呀，有家不回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大嫂这是去哪儿了？不会又去看大哥了吧？怎么，你吃醋了？哼，我只是担心你忘了正事儿。
我表面上还是盛云兰的老婆嘛，那表面功夫我总得要做做吧。你还打算让我装多久？大嫂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吗？当然，谁想给那个废人守活寡？为了盛云兰的扳指，我可真是豁出去了。好了，我先上去了，不然啊，冰洁妹妹又要不高兴了。真是多待不了一秒，3个人排排坐，再不走，真是怕要被潇潇乐了。云奇，你只怀疑张马，你不怀疑乔年？你不会是打算跟他假戏真做吧？你在胡说什么啊？你当着我的面跟他卿卿我我的，你还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啊？我当初就跟你说清楚了，你也说过会选择理解我、支持我，现在你又发什么脾气？冰姐，你真是越来越让我失望了。云奇，你别走啊！我错了。就盛云奇这个仆且信的狗德行，这沈冰洁到底图他个啥？这是怎么了？昨晚做贼去了？你还好意思说？就你家那个情况，我2只眼睛睡觉的时候恨不得轮流站岗。好，快起来让我睡会儿。快，在我这睡。那不然呢？最安全的地方就是你这儿。来，赶紧起来。哎呀，盛总，董事长来了。乔年，快醒醒，我妈来了。别闹，我困着呢。盛总，你快点，夫人马上到了。云兰怎么样了？盛总一切都好。我先来看看云兰。少夫人正陪着盛总呢。乔年也在，那正好。他们俩一直都这样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妈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妈是过来人，妈都懂。走走走，我们出去。妈，我没有，你别误会啊。哎呀，多大点事儿啊，误会就误会呗。都怪你！慌什么？我又不是不负责。谁要你负责？医生之前说过，云兰只是个植物人，身体机能没问题，没准乔年还能给云兰生个孩子呢。不过乔年现在还年轻，万一不懂得节制，不行，我得去提醒提醒他。你不好。妈就是想来提醒你们，稍微节制一点。妈，你不用下来，我先走了，你们继续。咱们走，别耽误他们小两口办事儿。盛总，您自求多福吧。完了，我这回是跳进黄河也洗不净了。哎呀，我真是开心呐，这小两口感情真好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乔年在的时候，你给我离远点啊，别耽误抱孙子。哼，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。
幸好早有防备，担心妈还会再杀个回马枪，否则还真要被盛云奇抓个正着。妈刚刚来过了。你怎么来了？看看我哥，顺便看看你。完了，我不干净了。我们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有什么好看的？说吧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还是你聪明。不，我只是没有书里的乔年那么蠢。我哥就这么躺着，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痛苦。不如早点结束他这无望的人生。盛云奇，你可真狠啊！这东西可是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搞来的，别浪费了。既然要做呢，就不要犹豫，多想想我们的将来。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判断。我就先走了，免得姓王的起疑。这2年要不是有那条狗护着，也不用脏了你的手。说吧，怎么办？盛总，我刚刚在外面看到2少了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他不过是来投毒的。盛总，对不起，我刚刚就是被董事长拉出去叮嘱了几句，所以耽误了时间。我妈都跟你说什么了？董事长说，快说。他说少夫人在的时候让我离远点，别影响他抱孙子。把这个找个信得过的机构检测一下，顺便查一查来源。是。好了，别生气了。今天这个情况确实容易被误会。你还好意思说？还不都怪你？哼！哎，你去哪儿？回去跟你同父异母或者是异父异母的弟弟交流交流感情。乔年，气死我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能继承你的遗产，还能跟你亲爱的弟弟双宿双栖。1天之内亲了2次，不谈恋爱很难收场了。哎，乔年，你在想什么？骚灵芝昏了是不是？男人只会影响你搞钱的速度。哼！你还想搞钱？你连自身都难保了，你还有空想男人？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乔年怎么不接电话？他该不会是反悔了吧？伯母今天心情看起来很不错。妈，今天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么高兴啊？的确真有喜事儿，不过先不告诉你们。妈，你就别卖关子了。哎呀，行，都是一家人，我也就不瞒着你们了。妈呀，很快就能抱上孙子了。抱孙子？谁和谁生的？还能是谁呀？当然是你大哥跟你大嫂了。哎，我就等着乔年的好消息吧。我就说乔年这个女人不可控，她恐怕是早就计划好了，生个孩子，这样就可以分家产。她野心也太大了。既然不可控，那就只能把她踢出去了。乔年，放开我！云奇，你知道的，我喜欢的一直都是你，就让我给你生个孩子吧。反正都是盛家的血脉，孩子是你的，和是你大哥的也没有什么区别。伯父伯母，你们都听到了吧？这就是乔年的真面目。云奇，我知道你在为什么烦心，不就是想要把乔年踢出局吗？我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我这里有一段音频，可以证明乔年他心怀不轨，蓄意勾引你。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说他是真的，他就是真的。
这个乔年也太不知廉耻了，这是把我们所有人都当成傻子呀！云奇啊，乔年当真说过这样的话？我有录音为证，这还有假？我问的是云奇。凝珠，这证据都摆在这儿了，你还问什么呀？像她这样不知廉耻的女人，哼，就应该把她赶出盛家。都别说了，这件事等乔年回来，我要亲口问他。妈要问我什么？哼，这家事搞得跟三堂会审似的，怕是来者不善啊。乔年，你还有脸回来呀？苏阿姨，你跟冰姐两个外人，怎么都这么关心我回不回家呢？哼，乔年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苏阿姨跟冰洁不是外人。就算我是外人，那大嫂还记得自己是盛家的儿媳妇吗？你想说什么？你自己干了什么丑事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冰洁手机里面有你勾引云奇的录音。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呢。沈冰洁呀，可真是个大聪明啊！哈，我勾引盛云奇啊！嘿，你想干嘛？想毁灭证据吗？我总得看看这个录音到底是真是假吧。万一你们随便找一个合成音频污蔑我，那可怎么办呀？嘿，你坏了正好，这音频本来就是合成的，现在死无对证了。乔年，你就算摔了手机也没用，录音大家都听见了，你休想抵赖。是吗？那如果我拿出这个，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？乔年又在搞什么鬼？乔年，我知道你喜欢的人是我，只要我哥不在了，我们之间就没有阻碍了。这个录音是在疗养院录的，原来乔年早在一开始就算计了我。都听到了吗？到底是谁勾引的谁呀？云奇，这是你说的话吗？妈，怎么可能是我说的？这都是他瞎扯，这段录音也都是他合成的。就是啊，伯母，云奇他怎么能够看得上乔年呢？他肯定是为了谋取盛家财产编出的谎话。好一个恶人先告状！不是，这段音频你们可以拿去鉴定一下真假，顺便查一下当时盛云兰的事情，到底是意外还是人为？乔年，你闭嘴！我凭什么闭嘴？难道你心虚了？明珠，云奇是你亲儿子，你难道连自己亲儿子的话都不信了吗？苏阿姨，你跟云奇是什么关系啊？乔年，你又想说什么？我只是觉得苏阿姨这么维护云奇，而且您跟云奇长得真的好像，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才是盛云奇的亲妈。云奇真是越来越可爱了。二少爷，您慢点。你是干什么吃的？怎么看的孩子？小孩子嘛，摔一下很正常，不要紧的。说是不要紧，可万一有事呢？云奇是我的孩子，你怎么比我还紧张啊？哪有啊？你想多了。明珠，你不能这么对孩子。他在学校里跟别的孩子打架，把人家孩子脑袋都打破了，缝了好几针，不教育他怎么行？小孩子打打闹闹不是很正常吗？怎么能怪云奇呢？云奇别怕啊，有苏阿姨在，你妈不敢打你。还是苏阿姨你最好了。乔年说的没错，从小到大，苏璇一直都很护着云奇，以前还没觉得，现在仔细看看，这两人长得确实是像。你别听乔年这个小贱人胡说。乔年，你开这种玩笑就过分了。哎呀，苏阿姨，我知道您急了，但是啊，您先别急，妈呢有自己的判断。哎呀，爸，这事挺敏感的，您还是避避嫌，别掺和进来了啊。假如你也不是盛云奇的亲爹还好说，否则你个老王八，好日子也到头喽。明珠，你不会真的信了乔年这个小贱人的话了吧？乔年是盛家的儿媳妇，你再对她不客气，我叫人把你赶出去。今天的事我会查清楚的。云奇，接下来伯母可能会让人去查你和苏阿姨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得尽早做准备了。这我当然知道，这次偷鸡不成蚀把米，
还险些把霸德先生，是我小看乔年了。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你说妈要是知道乔年房里藏了个男人，她会怎么想？你是打算……你去把妈叫上，我们一起去抓他的现行。我看他乔年这次怎么解释。盛云兰，这大半夜的你怎么来了？我回我自己家也不行？行，当然行。说吧，回来什么事儿？听说家里有好戏看，我也来凑凑热闹。看样子我那个不中用的弟弟又没在你身上讨到好。他是诡计多端，但是我也不是没有招。哼，怎么说，我也是知道剧情的人。乔年，其实我后悔了，不应该把你牵扯进来。这本来是我跟盛云奇之间的矛盾。现在说这些都晚了。难道你是在担心我？你帮了我那么多，我担心你不是很正常吗？盛云兰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没有的事。我还以为你喜欢我呢。毕竟这么小的一件事情，打个电话就能解决，还劳烦我们盛总翻窗户进来告诉我。好吧，看来是我想多了，你一点都不喜欢我。我除了是个正常男人之外，还是你名义上的老公。你这么撩我，就不怕我真做出什么来？我为什么要怕你？你赚不赚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不亏。我是你想亲就能亲的，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？我乔年也是有尊严的，好不好？是吗？当然。我突然想到，我还有张副卡，哎，放着也是放着。哎呀，放着多浪费啊！你给我呗。啊？你刚才不是说要尊严吗？我怎么能拿钱羞辱你？这不太好吧？做人呐，哪能因为尊严不要钱？哼，有戏。我看还是算了。别，怎么能算了呢？不管了，豁出去了。谈钱都伤感情呀，你说是吧，老公？那谈什么？谈情说爱。乔年，再不开门，我踹门了。盛云奇，他怎么过来了？是不是你翻窗户被他看见了？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这开门不行，你先躲起来。哎呀，不行，不行，太明显了。云奇，你这么晚叫我过来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是。伯母，等会儿进去你就知道了。如果你还想往乔年的身上泼脏水，盛家的门你别进了。二少，这是大夫人房间的备用钥匙。人呢？哼。盛明雪，你偷看人洗澡，你有毛病啊！乔年，你疯了吧？大半夜的不请自来，还闯进我的浴室，到底是谁疯了？妈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云奇非要我过来，说有重要的事儿。盛云奇，你可真有意思，未经我的允许擅自开我的房间，你还有没有把我这个嫂子放在眼里？这句话应该我问大嫂吧？敲了这么久都不开门，是不是这屋里藏了别的男人啊？
我刚刚在洗澡，怎么给你开门？我知道你看我不顺眼，但你也没有必要找这种下三滥的理由吧？既然这样，那大嫂敢不敢让我搜一下？哼！你跟你的未婚妻真有意思，一个偷窥我洗澡，一个想搜我房间，是觉得我这个嫂子没有丈夫撑腰吗？你哥哥他只是躺着，他不是死了。乔年哭了。乔年，你装什么装？原来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就是这么欺负乔年的。我跟云奇明明都看见了，有个野男人跑进你的房间，你够了！你们两个今晚太过分了。妈，我跟冰洁真的……我还没瞎呢，别以为我看不出来。你们三番五次的污蔑你嫂子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就算将来乔年为你哥生了孩子，他还能越过你去？妈，我真的没这么想。对啊，伯母，云奇他真的没有这么想。你闭嘴！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你就是个搅家精。盛家的事儿还轮不到你插手。乔年，你今天受惊了，早点休息啊。云奇，我对你实在是太失望了。哼！妈，你听我解释。妈，乔年，今天算你走运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乔年，哎呀，躲好了，别出声。要主动点也是男人的事。我的意思是，赶紧把湿衣服换下来，当心感冒了。真是脑子里一天在想些什么黄色废料。换上吧。我的老天爷，这是不花钱就能看的吗？还满意你看到的吗？想不到有一天我也能用上这句话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记住，别再插手上一期的事情，保护好自己最重要。你这就走啊？怎么，舍不得我？我是想说，你副卡还没给我呢。口是心非。乔年，我们来日方长。盛云兰，你小子真是越来越坏了！再这么下去，我怕我把持不住。妈，这些菜都是我特地吩咐厨房给您做的，都是您爱吃的。还有这个汤，您尝尝看。有心了，放下吧。明珠，云奇也是为了关心你，你没必要为了个外人跟自己儿子置气。你听听你说的，这是人话吗？乔年嫁进盛家，就是盛家的人了。说句难听的，云兰这种情况，她嫁进来就是守活寡。我这个当婆婆的，怎么对她都不为过。还有你做弟弟的，不仅不尊重大嫂，还处处针对她。就你这胸襟气度，我怎么放心把盛世交到你手里？对了，乔年呢？少夫人一大早就出去了，说是看大少爷去了。乔年是个好孩子呀。云兰要是能醒，该有多好啊！有他在，盛世绝对不会后继无人的。就是大哥，你心里就只有他，那我呢？我又算什么？
乔年，你果然在这儿。你怎么来了？抱歉，少夫人，属下没能拦住二少。没事儿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找我有什么事儿？乔年，你为什么要跟我干？俗话说，先撩者贱。你费尽心机算计我，还不允许我反击了？我承认我小看你了，不过你不要以为跟盛云兰生下孩子，就能跟我争夺盛家的继承权。我知道你是爱而不得才怀恨在心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识物者为俊杰。盛云兰这个废人，她成不了你的依靠。盛云奇，我警告你，这里可是病房。那又怎么样？我就算对你做了什么，谁又能救得了你？盛云奇，我警告你不要乱来，否则……否则怎么样？以你的姿色，跟了这个废人也是可惜。你敢打我？我打你怎么了？我长嫂如母，打你就打你了。我不光打你，我还要废了你弟3年。乔年，是不是给你脸啊？你盛云奇，你长本事了，连你大嫂都敢动，没事吧？大哥，你什么时候醒的？你不妨猜一猜。所以你之前都是装的。盛云兰，你今天也太沉不住气了。原来你早就知道他醒了，你一直在帮他打掩护。不然呢？你不会真的以为我对你动心了吧？你滚！原来你们早就合起伙来，把我耍得团团转是吧？说起来还得感谢你，我能变成现在这样，都是拜你所赐，我的好弟弟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，听不懂。这下听懂。大哥，你疯了！我们可是亲兄弟。我盛云兰没有你这样的兄弟。盛云奇，我警告你，往后你再敢动乔年一下，我要你的命！滚！盛总，您醒来的这件事，恐怕真的要瞒不住了。云兰也是为了帮我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本来也没指望瞒多久。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？躺了这么久，也该反击了。哼，是时候拿回属于我的一切了。盛云兰她不是植物人吗？怎么就醒了呢？云奇，你说什么？云奇，你也别太担心，就算盛云兰她醒了，又怎么样？已经过了2年了，而且盛氏集团现在已经没有她的位置了。况且你现在才是盛氏的副总。话虽如此，可是妈一向偏心，我担心她把盛……担心什么？我们不是还有天启呢吗？你说的对，我们还有天启。这些年我挪用了盛世不少财产，如今的天启虽然比不上盛世，但假以时日，未必不能超越。只不过什么呀？之前乔年一直在伪装，我担心他手里握着什么证据。要不然我们一不做二不休。不，盛云兰刚醒，如今还不能轻举妄动。不过给他们找点麻烦还是可以。谢天谢地，你总算是醒了。妈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。大哥啊，你昏迷不醒的这2年，爸妈可都担心死你了。现在你终于醒了，妈也不用担心盛世后继无人了。你说这些干什么？你大哥醒了就好。妈，儿子不孝，让你担心了。这是什么话呢？这怎么能怪你呢？乔年，你嫁进来我们盛家没多久，玉兰就醒了，你可真是我们盛家的福星啊！妈，您太抬举我了，我可不敢当。伯母，你还信这些呢？这些都是老封建思想。再说了，这些明明就是疗养院照顾的好，跟大嫂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算什么身份？也配在这里多嘴？滚出去！大哥，冰爵是……大哥，
冰洁是我的未婚妻，她没有恶意，她有没有恶意我自己能分辨，用不着你来教我。我是不是哪里惹大哥不开心了？大哥才这么针对我跟冰洁。行了，你大哥说的也没错，虽然冰洁住进了咱们家，但是她一天没嫁进来，就不算是我们盛家的人。冰洁，你别使性子了。我耍性子？刚才单云兰是怎么对我的？你没有看到吗？好了，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，不过你就不想跟我一起去看一场好戏吗？云兰，你看妈给你娶的媳妇儿不错吧？你怕是不知道，你昏迷期间啊，乔年对你细心照顾，你现在醒了，你要是对乔年不好，妈可第一个不饶你。亲家母客气了，这都是乔年应该做的。亲家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听说大哥醒了，伯父伯母说什么都要上来看一下，刚好我又在楼下遇到了，所以我就把他们带来了。哎呀，亲家太客气了。这就是原是那对卖女求荣的吸血鬼爹妈，嫁到盛家的日子也不短了，他们一直没怎么露过面，怎么今天突然跑过来了？大嫂，你爸妈来了，还不赶紧招待一下？喂，你好，是乔伯父吗？我是盛云企业，听说你最近手头有点紧，大嫂那里正好有笔钱，可以解决你的燃眉之急。我们的大嫂又有麻烦喽。是啊，大嫂，还愣着干什么呢？哼，不用想了，又是这……爸妈，云兰她才刚醒，要不咱们还是出去说吧，别打扰她休息了。大嫂，伯父伯母他们也不是外人，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和爸妈的面说呢？你这个小叔可真有意思，谁是外人，心里没点数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这不是听说女婿醒过来了吗？我们就是过来看看。是啊，是啊，就他们这无利不起早的性子，我能信这鬼话？这里又没有什么外人，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。这不最近手头有点紧，想从你这儿周转一下吗？我记得你们好像把我卖了一个不错的价钱。哎，那点钱哪够用啊？乖女儿，盛家现在这么看重你，只要你说句话，你公婆手里弄出来那么一点儿，都够我跟你妈过一辈子了。你拿我当提款机呢？我看你现在是翅膀硬了吧？乔年，妈实话告诉你，你爸欠了赌债，债主都快找上门了，你可得帮忙想想办法。沾上赌博就是个无底洞，难怪要卖了闺女给人冲洗。这办法呢，也不是没有，主要是看爸妈愿不愿意了。什么法子？只要能弄到钱，你想怎么办，爸妈都听你的。妈，好办。我妈这个年纪应该还没有绝经吧？你给我爸抓紧时间生个女儿啊，这样还能卖个比较不错的价钱。你，乔年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你？是啊，妈都多大了，怎么可能再生啊？惹谁不好，非要来惹少夫人，这不是自讨没趣吗？能不能生我不知道，总之我1分钱都没有。你，乔年啊，乔年，我跟你妈辛辛苦苦的把你拉扯大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们的吗？乔年，你看你把你爸气的。盛家给你们的那笔钱，应该够买断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了吧？还想对我敲骨吸髓，做梦！找个保安把他们撵出去，别让他们再进来。是，保安。乔年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这个不孝女！
你这个不孝女！看你教出来的好女儿！那现在怎么办呢？债主都找上门了。盛二少不是说了吗？盛老夫人给了乔年1000万，那他不给怎么办呢？不给我就闹到盛家去，我看他丢不丢得起这个人。总之，这个钱得让他给我吐出来。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你爸妈呢？他们临时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乔年这个贱人可真难对付，居然这么快就把人给打败。正好大家都在，我要宣布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这些年呢，我打理公司也有点力不从心。现在云兰也醒了，我决定慢慢的把公司交到云兰手里。妈，这也太突然了。大哥才刚醒啊，也应该让他多休养一段时间吧。云奇说的对，云兰这么久没接触公司业务，不如等过段时间再说吧。以前我只以为我是长子，所以爸才对我格外严厉，现在回想起来都像是笑话。爸，你别担心，我的能力你是知道的。好，不愧是我儿子，就该这么自信。在你心里，只有盛云兰才配做盛世的继承人，有她在，你就永远看不上我。什么？要让我让位？云兰要进公司，职位自然要有变动。所以你就把我的职位给削了？你慌什么？我是想着吧，你在公司也就是挂个名，公司多你一个不多，少你一个不少。既然如此，你还不如退位让贤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……别可是了，就这么定了。盛明珠，这些年我在你眼里还不如一条狗。看什么呢？你怎么不走了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恍如隔世。这次啊，时间有点仓促，妈也来不及准备什么。妈打算举办一个宴会，再请些记者过来，在宴会上正式宣布你的回归。妈，又是办宴会，又是请记者，这动静闹得也太大了吧？这有什么？夫人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把少夫人房间准备好了，少夫人和大少爷随时都可以休息。我跟盛云兰住一个房间啊？夫妻俩住在一起，不是很天经地义吗？云兰，你说是吧？妈说的是，夫妻俩自然是要住在一起的。如今云兰醒了，你也算是苦尽甘来了。妈指望着你呀，快点生个孙子，妈的心呢也就安了。这种事情又不是我说了算。那我说了算，妈，我们打算3年抱2。真的？这么能忍吗？大嫂，你踩的是我的脚。不好意思，没注意。怎么办？今晚我真的要跟盛云兰同床共枕？我不行，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。都10点了，你还不困啊？你要是困了，先去睡，不用等我。谁等你啊？哎。
这个点儿了，他应该睡了吧？睡得可真香啊！其实，你是不是也没有想好怎么面对我这个给你冲洗的吉祥物吧？盛玉兰，晚安。你没睡啊？就这一晚上，就是在逃避跟我同床共枕。哪有？哼，乔年，你不是吉祥物，你是我的妻子。盛玉兰，你干嘛？我在行使丈夫的权利。你们两口子呀，悠着点儿。就算妈急于抱孙子，也不在乎这1天2天的。妈，乔年脸皮薄，别打趣他了。哟，我们云兰还知道护媳妇儿了。云兰的欢迎宴就在今晚，礼服已经各自送到你们的房间了。今天晚上你们谁也不许迟到。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伯母。哥，今天是你正式宣告回归，恭喜啊！哼，哥，咱们俩非得闹得这么僵吗？你就不担心妈夹在中间？我不认为我们还有什么必要维持虚假的兄弟情。也好，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，说到底，盛世也有我的一半，我不会把他拱手让给你的。我足足让了你2年，没想到2年过去，你还是这么没出息。盛云兰，你云奇，云奇，你在聊什么呢？没什么，随便聊聊。不过今天这身礼服很适合。真的吗？我也就随便弄了一下，哪里像乔年，又是做脸又是做 SPA 的，弄了4、5个小时还没有弄好呢。我说是哪位茶艺大师莅临晚宴啊？还真是茶香四溢呀！乔年，你个贱人，又抢我风头！今天这个妆很适合你，造型是精心设计的，当然适合了。不像有些人啊，本来自己就不是天生丽质，还不爱捯饬自己，真是谁丑谁尴尬。乔年，你好了，别跟不重要的人争论时长短，我们去妈那边吧。怎么了？那个乔年又让你不痛快了？乔年的脾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们看那边，这个盛云兰刚从疗养院出来，就迫不及待参加应酬，野心不小啊！他们几个都是我之前认识的高层，没想到盛云兰刚出来，他们就上赶着巴结。不愧是盛明珠的种，完全继承了盛明珠的狂妄自大。所以你才不喜欢他。你们也别着急，盛明珠跟我透过底，总经理的位置轮不上盛云兰。看着吧，指不定谁笑到最后。哼。感谢各位来参加我为我儿子盛云兰举办的欢迎宴。借此机会，我想向大家宣布一件事，有关于集团的人事变动。人事变动？来了。首先，我的小儿子盛云奇在公司也历练了几年了，我感觉是时候接替他父亲的职位了。恭喜你啊，云奇，你这个盛总算是实至名归了。谢谢苏阿姨。
盛总，沈总，看这边。看他那小人得志。哎，你说妈有没有可能把总裁的位置给你？也不是没可能，但可能性很小，对吧？虽然因为我的干预，剧情的走向已经发生了大的偏离，但说到底，盛云琪和沈冰洁才是这个世界的男女主。盛云兰想出头太难了。另外，关于我的长子盛云兰，我决定让他重返公司。重返公司又能怎么样？还不是照样要被我的云奇压一头。就在昨天，盛世集团前执行总裁因为滥用职权、中饱私囊被匿名举报，董事会决定罢免其职权，改由盛云兰担任盛世集团行政总裁一职。人事任命将于明天正式下达。盛总，这是集团执行总裁滥用职权、贪污公款的证据，请过目。有了这份证据，就算他是集团大股东的嫡系，他也必须下台。多复印几份，匿名交给董事会。是。我这嘴是开了光了，你真当上总裁了？可不就是沾了你的光。妈竟然把执行总裁的位置给了他。盛总，盛总，我们能对你做个简单采访吗？好，可以。盛云兰才刚回来，伯母就让她接替成为执行总裁，她也太偏心了。岂止是偏心，我看他就是想让云奇一辈子都被盛云兰压一头。早知道当初就应该再狠一点，直接把他……这里人多眼杂，当心被人听到，落下把柄。想收拾他，办法多的是。换个地方说话。他们两个是要私下会面吗？小骚货，宴会还没结束呢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了？怎么？难道这不是苏璇的声音吗？私底下这么欢啊！他们俩果然就一对。行啊，高鹏飞，你果然是个不要脸的捞光蛋。鹏飞，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啊？什么怎么办呀？云兰都是公司的集团总裁了，那咱们云奇还是事业部小小的经理。说到底，这经理的职位他妈还是我给的呢。鹏飞哥，我是替你和云奇不值啊！咱们当初把云奇和盛明珠的孩子兑换，不就是为了让云奇能继承盛家家业吗？可谁知他这么偏心盛云兰。我就说，光一个苏璇哪有这么大本事？合着这对奸夫淫妇还唱了一出狸猫换太子，把盛云奇跟妈的亲生骨肉给换了。他今天可以把总裁的位置留给他，明天就可以把盛家的产业也都给他。到时候咱们这些年的谋划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。说的倒是有道理，但是现在盛世都是他盛明珠的一言堂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既然如此，索性一不做，二不休。你要对盛明珠下手？你不会舍不得吧？说到底，她也是云兰的母亲啊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她？你也不想想，你入赘盛家这么多年，他们母子可曾把你放在眼里过？他们不把你放在眼里，你还有我，还有云奇呀。云奇那么孝顺，只要咱们帮他上位，那盛家的一切就都是我们的了。那好吧，借苏璇的手解决掉盛明珠这个麻烦，也省得再走入我的手。我得尽快把事情告诉妈她。乔年，偷听可不是什么好习惯。
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上次也是你。把手机交出来！好不容易才拿到的证据，绝对不能给他。我就是扔了也不会给你。乔年，你疯了！什么情况？他刚刚把你说的话都用手机录下来，手机呢？被他扔下去了。扔了，那就把它一起扔下去。妈，这会出人命的。他几次三番跟我们作对，现在还知道了我们的秘密，所以必须死。云奇，妈说的对，听你妈的。这里没有监控，把它扔下去。沈清，干什么呢？哼！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乔年，识相的就别乱说话，这里没有监控，也没有证据，你说的他们是不会相信。你没事吧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都在这儿干什么？没什么，乔年趴在窗台上拍照，不小心手机掉了下去，他想去捡，差点连人也掉下去，多亏了云奇帮忙把他拉上来。是吗？那还得多谢云奇。大哥不用客气，应该的。一部手机而已呀，弄丢了明天再买一部嘛。非要搭上性命干什么？知道了。哼。腾达的老总也来了，我们一起去见见吧。好。刚才发生什么了？他们想要谋害妈，但我拍下了证据。他想杀我灭口。我疯了？可不就是疯了吗？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呢？没有证据，你觉得妈会信吗？证据来了。我得把手机找回来，里面有我拍的视频。交给我吧。我问你借个人。谁啊？乔年，你疯了！云奇，你在外面吗？快救救我！乔年，你在做什么？让开！二少，你也听到，少夫人现在在气头上，我得替她出了这口气才行。你想干什么？认清楚你的身份。我当然清楚我的身份了，我就是个打工人，打工人得听老板的话。王冕，你跟他废什么话？少夫人都发话了，二少，你就忍一下吧。救救我！乔年，你疯了！你竟然敢让姓王的打云奇！我打他怎么了？我还要打的连他妈都不认识！不要有顾虑，给我放开了打！乔年，这里可不是无人区，你要是让别人知道了，知道又怎么样？名声在外，有好有坏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变态。你呢？还是好好担心你自己。乔年，你还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你们当时差点把我从楼上推下去，这笔账我还没跟你们算呢。但是呢，我这个人一般不计隔夜仇，我有仇当场就报。再见啊，慢走。那我先走了。妈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可能就是太累了。事情处理完，我心上悬着的石头终于可以落地了。不，今晚过后，好戏才真正上演。哎，怎么不见云奇呢？
你们俩谁呀？保安！保安！妈，是我。怎么会被打成这个样子？我差点都没认得出来你。先不说这个，乔年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计划，他一定会和盛云兰联手的。那就看谁斗得过谁了。我来帮你。今天啊，让你受惊了，以后不许离开我的视线。我也没有想过他们那么心狠手辣。关于你父亲跟苏阿姨那件事儿，你对他失望吗？我对他从来没有期待过，也谈不上失望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人总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，他也不例外。我已经派人去追踪那架无人机了，应该能找到害你的证据。至于你今晚录的视频，我会找技术人员进行修复。他们的目标既然是整个盛世，就绝不会把希望都寄托在盛云奇身上，一定还有后手。咱总裁大人蛰伏了这么久，是不是已经等不及要结算了？我现在等不及的只有一件事。请。总裁好。吩咐下去，让各个部门负责人准备工作汇报。您打算什么时候听取汇报？就这。这不得给底下人逼疯啊！看到盛总没？好帅呀！他可是盛世未来的接班人呢，日后整个公司都是他的呀。哪有那身材？哪里像是躺了2年的人？到底是哪一种姐妹在享用这种男人啊？不知道谁在讲坏话。兴许是大少爷想少夫人了。切，这怎么可能的事？也不知道他第一天去公司行不行。我这心态好像送孩子去幼儿园的老母亲啊！少夫人既然担心，不如去公司看看。大少爷身体刚恢复，公司的餐食不一定吃得惯。少夫人给大少爷送个午餐，合情合理。有道理啊！哼，我是时候大展身手了。少夫人，这饭也不是非送不可。没事儿，反正也不是我吃。盛云奇，唉，还真是冤家路窄啊！新来的吧？盛总的大名也是你能叫的？还不快出来！什么档次，也配跟盛总乘坐同一部电梯？岁数不大，架子倒不小。大嫂这是来给大哥送午饭？你进不进来？别耽误我时间。你对大哥的事还挺上心的。别没话找话啊！乔年，我很好奇，我到底哪里比不上盛云兰？我也很好奇，你到底哪来的自信跟他比？哼，乔年，你别太得意。盛云兰这个总裁的位置，做不做得稳还不一定。毕竟我在公司待了这么多年，也不是白待的。乔年，如果你愿意弃暗投明的话，我可以再给你一个机会。否则怎么样？你不会又想对我下手吧？哼，你真当这儿的监控是摆设？我可警告你啊，少对嫂子口出狂言。盛云奇，你有病吧？盛云奇人呢？盛总说路上堵车还没到。按照公司规定，迟到要怎么处理？迟到超过1小时，扣半天工资。那就按照公司规章制度来吧。行政部主管在哪儿？总裁，核算一下盛云奇这2年的考勤记录，核算一下该扣多少工资，千万别冤枉了他。是。这新官上任3把火，
但头一回见把火烧到自家头上的。一上来就给自己的亲弟弟开刀，一点面子都不给，总裁这是要立威呀！沈总，邵夫人来了。知道了。哟，大哥会这么快就开完了？二少，您迟到了。哼，手里拿的什么？大哥可能不知道，大嫂还会下厨，看来我今天要有口福喽。沈总，其实二少的话得反过来听。反过来的话，就是我没口福了。哦，哼，我这嘴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学谁不好，学盛云奇作死。少夫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盛云奇那个东西跟狗似的，把我给云兰做的饭抢走了，我可忙活了一个上午啊，被他偷摘了果子。今天特地过来是给我送饭的？对不起啊，云兰。那个盛云奇跟狗似的，撒手就没，追了他半天都没追上。乔年，你是不是给我下毒了？你，哎呦！我盛云奇，你有病吧？山猪吃不了细糠，活该他窜稀。云兰，下次再做给你吃啊。没关系，我不介意啊。这福气给盛云奇，我是不太介意。可是饭没了，你吃什么啊？没有饭，但是有糖。糖？怎么了？糖还没吃够？哎，不是，我刚刚忘记跟你说了，今天我在电梯碰到盛云奇，听他说话的语气和态度，听起来好像还有底牌。原书里就提到我，盛云奇早就在外另起炉灶了，不过具体是什么公司，我记不清了。你说他会不会还有别的依仗啊？我很早就着手让人去查了，刚有点没。盛总，这是那天无人机拍到的画面，如您所料，二少谋害少夫人的经过都被拍得清清楚楚。那其他人呢？因为角度问题有些遮挡，所以没有拍到。我知道了，你去忙吧。抱歉啊，我原本还想着或许能拍到苏璇跟你爸的证据，可惜……别急，你的手机不是已经送去维修了吗？扳倒他们只是时间问题。我在想，既然盛云奇不是妈的孩子，那妈的孩子又去了哪啊？这个我也在查，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。怎么，累了吗？盛奇，对了，原书里盛云奇挪用盛世的钱养肥的那家公司就是这个名字。哎呀，查查这个公司。你也知道这家公司有问题？总之你查就对了。乔年，你有什么秘密是我不知道？妈，这是盛世和天喜项目合作的预算表。说过多少次了，在公司要叫我董事长。是董事长。董事长，给您汇报一件事情。坐下说吧。盛世跟腾达合作了几十年，天启居然有这个胆子敢虎口夺食，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这个天启明明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，不仅能跟盛世在几个大项目上达成合作，还能从盛世手中抢走合作方，这里面很有问题。云兰，你看怎么办？一查到底，谁在背后弄鬼，就要让谁付出代价。至于天启敢跟盛世叫板，就要做好破产的准备。妈，生意场上你争我夺很正常，没必要把事情做绝吧。
生意场犹如战场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云起啊，你居然说出这样的话，你真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，你知道吗？妈，你听我说，这个事情不是这样子的。闭嘴！跟天启合作，一直都是你在对接，你对他的情况应该非常的了解。你倒好，不光无作为，还要继续跟他们合作。还好我没有把盛世都交给你手里，否则都不知道成什么样子。你给我出去！也不知道云起这几年在公司都做了什么，历练了这么几年，还是这么不成器。云岚啊，以后公司都得指望你了。云起，谁又招惹你了？盛云岚把天启的事捅到妈那里了，我担心妈会对付天启。什么？难道天启跟你的关系被他们知道了？我不确定。乔父这时候给我打电话做什么？哎，等等，既然他让我们不痛快，我们也得给他们找点麻烦。哼，亲家母，你也是做人父母的，你说我们把他养这么大容易吗？他现在干的这种事儿，哪还顾念到一点情分？据我所知啊，乔年啊是个孝顺的孩子，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儿。亲家母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你大可以等他回来，亲自问问他。苏璇跟盛云奇的亲子鉴定报告，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啊？直接去妈面前揭穿他不就行了？妈一手带大盛云奇，两人之间的母子情不作假，光凭一份亲子鉴定未必能扳倒他们。况且他们也有后手，如果不能一击必中，不如不要贸然出手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你说呢？乔年，我和你爸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，你都不接，要不是云起呀，我们连你的面都见不上。那还真是谢谢云起了。大嫂不必客气，我只是不忍心看伯父伯母为难。二少说了，只要把乔年赶出盛家，就给我们1000万。乔年，既然指望不上你，就别怪老爸狠心了。哎呀，年年，爸妈把你养这么大不容易啊！你说你怎么能攀上高枝就不管父母了呢？你这是什么眼神？有你这么对待亲生父母的吗？亲家母，这你可都看到了啊！他现在对我们就是这个态度。哎呀，您别急，我一会儿说说他。也怪我们没有把他教好。上次我们好心好意的提着礼物去疗养院看女婿，他可倒好，连个好脸色都没给我们，直接把我们撵出去了。乔年，真有这事儿？大嫂，哪有人这么对自己的亲生父母的？也太不孝顺了吧！是啊，乔年，人可不能忘本。要不是我和你爸，你能过上这样好的日子？你们都说完了吧？现在该轮到我说话了吧？哎呦，我的命好苦呀！谁家大少奶奶做成我这个模样？谁家父母做成你们这个不要脸的样子？我怎么了？我说错了吗？你们把我卖了一个好价钱，1000万揣进口袋，还没有捂热就输了个精光。你们还撺掇我向婆家拿钱，我不肯，你们就千方百计的找上门来，是生怕我过个舒心的日子是吧？金家母，没有这回事啊！你可千万别信那鬼话。大嫂，你怎么连自己的父母都污蔑？你还有良心吗？我没有良心，你盛云奇有良心，你有良心，你吃里扒外。大嫂，你说什么呢？云奇怎么就吃里扒外了？谁跟谁是一家人，你们心里没有点数吗？我父亲染了毒瘾，是多少钱都填不完这个坑。我身为盛家的儿媳妇儿，生怕拖累婆家，你们倒好，上赶着找麻烦。我们也是一片好心。人家二少是心善，哪像你连父母都不顾，你这个没心肝的。谁心善你找谁啊？横竖二少有的是钱，
况且22之前说了，我只是盛家用来冲喜的工具。可能今天我还是大少奶奶，明天我就被扫地出门。你们找我当摇钱树，你们可是找错人了。管家，把他们请出去。我没有这样的父母。二位，请吧。乔年，你做这种事会遭报应的。乔年，今天这事儿也是云奇跟冰洁好心办坏事儿，你不要往心里去啊。往后啊，也不要这么想。你在盛家的地位啊，没人越得过去。妈，您别说了，我都知道。乔年，这是什么？乔年，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盛云兰说过，如果不能一击即中，就不能太早将这份亲子鉴定结果拿出来。现在怎么办呀？你私下里竟然给云溪和我做亲子鉴定？没错，我之前一直怀疑你们的关系，没想到结果和我猜测的一样，盛云奇根本就不是妈的儿子，而是……乔年，你凭什么这么做？这到底是何居心？是啊，乔年，云奇怎么可能不是伯母的孩子呢？你在这儿造什么谣啊？证明都摆在这儿了，还能有假吗？妈，你别信他，我怎么可能不是你的儿子呢？这报告一定是假的。乔年，你太令我失望了。我知道你对云奇心有不满，但你不应该私下里背着我去偷偷做亲子鉴定这件事儿来开玩笑。您既然认为这份鉴定报告是在开玩笑，云奇和苏璇的亲子鉴定我早就做过了，从头到尾都是你的臆测。说吧，我妈让你做什么？董事长让我做一份亲子鉴定，并且不能告诉任何人。剩下的你知道该怎么做。您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看盛云奇那个表情，他一定早有准备。盛云兰说的对，凭一份亲子鉴定报告，的确扳不倒他。哎，大嫂，我们之间虽然有误会，可是你怎么能污蔑我不是妈的儿子呢？云奇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乔年挑拨你跟伯母之间的关系，为了让大哥能够独自继承家业，这样他好当盛家名正言顺的女主人。你们的关系用不着我挑拨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也真不了。敢不敢再跟着我去做一次鉴定？够了！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云溪是谁的孩子，我心里比谁都更清楚。以后这事儿不许再提。乔念，你是盛家的儿媳妇，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儿就够了。以后这事儿不许再提。本来我没有打算把这个报告拿出来，因为我觉得云兰说的对，对付豺狼，如果没有一击即中，就得小心被反扑。你说谁是豺狼？你把话说清楚，谁是豺狼？乔年，妈给你一巴掌已经算很仁慈，你要是再胡闹，别怪我们把你赶出盛家。我看谁敢！我来晚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云兰，你刚回来，你都不知道乔年他做了些什么。我知道他做了什么。这份报告是我给乔年的，要打要骂也应该冲我来，而不是趁我不在对我妻子动手。云兰，大哥，我知道你感激大嫂对你不离不弃，可是你不能因为护短就不顾我们的兄弟情谊了吧？我和你这个野种之间有什么兄弟情谊？云兰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王冕，把人带进来。陈医生，你怎么来了？盛女士，别来无恙。云兰，你把陈医生叫来干什么？陈医生，这是我弟弟云奇，当年就是您亲自主刀给我母亲做的剖腹产手术，您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，盛总当年是执意要顺产，但是由于难产，不得不顺转剖，孩子因为窒息，差点没有保住。只是我记得当初生的是个千金呀。
妈，陈医生，我看你也一把年纪了，是不是记错了？我还没有老糊涂到这种程度。这次要不是盛总千里迢迢把我请过来，我还在专家门诊坐诊呢。陈医生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我不光记得盛董生的是个千金，我还记得那个孩子右耳朵后面有颗红痣。这孩子生下来体弱，还在保育箱住过一段时间。作为孩子亲生母亲，您一点都不知道吗？妈，您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我就是你的亲儿子，我。你们一个伪造亲子鉴定，一个买通医生做假证，就是想把我赶出盛家是吧？不觉得太下作了吗？比起下子，谁比得过你？这是欢迎宴那晚，无人机在休息室外拍到的视频，妈你看一看。哼，云气，你疯了吧你？妈，伯母，你听我跟你解释啊，我就是跟乔年吵了一架，故意吓唬吓唬。吓唬人就要把人推下楼吗？盛云气，你背着我到底都做了些什么？妈，我别叫我妈！这件事情没搞清楚之前，你哪里都不许去。陈医生，我们进一步说话。好。盛云兰，你非要跟我作对是吗？跟你作对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不管你是谁的遗嘱，你做的每一件事，我都会一笔一笔给你算清楚。怎么喝了这么多酒？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你不光被撸掉了职位，还被禁足了，所以啊，特意来看看你。那你现在看到了，你满意了吗？瞧你那点出息，往后还怎么指望你啊？指望不上了。一旦盛明珠调查清楚我不是他的亲生儿子，什么盛家家产都跟我没关系了。快起来！这才到哪儿啊？现在说放弃还太早。我已经都被踢出盛世了，不放弃还能怎么样？你还记得盛明珠之前立下的遗嘱吗？只要他死了，你和你爸照样能继承盛家的家业。您的意思是，可我之前做了那么多准备都没有用。你懂什么？只有千日做贼的，没有千日防贼。机会总会有的，等着瞧吧。盛董，按照您的要求，将您的头发样本与令郎的头发样本做了 DNA 检测，结果显示母子关系的可能性很低。喂，妈，有事吗？乔年，妈不该不相信你的话，妈错了，盛云熙他根本不是妈的儿子。乔年，你到底还知道些什么？告诉妈，真相到底是什么？怎么回事？莎莎怎么不灵了？喂，妈，妈你在听吗？喂，妈你说话呀！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妈突然给我打个电话，打着打着就没有声音了，我怀疑妈出事了，出车祸了。来，喂，你好，我是急诊科江玲，和平路交叉口这里发生一起车祸，你们现在马上派急救车过来。张医生，谢谢你救了我妈。盛总您客气了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你想干什么？
云兰，你别护着乔年，他就是个扫把星。要不是他挑拨离间，明珠也不会开车去圣河医院。是我挑拨离间，还是你们自己犯贱？乔年，放肆！哼，你们一家人蛇鼠一窝，现在装都不装了。胡说八道什么？云兰，还不管管你老婆？我跟盛云兰的事儿，用不着你们指手画脚，还是管好你的小三儿和你的私生子吧。你混账！医生，我妈情况怎么样？患者失血过多，需要输血。你们谁是 AB 型血 ？A 型血可以吗？优先考虑 AB 型。你们没有人是 AB 型吗？我是。江医生，您家住在哪里啊？等这件事情忙完之后，我一定专门去您家向您还有叔叔阿姨致谢。不用客气，救死扶伤是我的使命。而且我也没有父母，我从小是在孤儿院长大的。医生，情况怎么样？手术很成功，但是患者情况还不稳定，需要留院观察。谢谢医生。你去吧，我守着马。盛总，董事长这次车祸的原因我已经清楚了，是刹车出了问题。果然如此，证据都在里头，包括邵夫人之前摔坏的手机也已经修好了。查到我妹妹的下落了吗？有一点点眉头，但是我还没联系到。要快。是。这人怎么这么眼熟？万一这次盛明珠醒过来怎么办？慌什么？他未必醒得过来。冰姐，现在云兰和乔年对我和云奇都是严防死守，一切只能靠你了。我能做什么？护士，这是怎么了？你在干什么？住手！妈，你没事吧？小希，你不是护士，你是什么人？沈冰洁，怎么是你啊？你刚才在干什么？是谁指使你来的？我什么也没干。不说是吧？叫保安！放开我！乔年，你根本什么损失都没有，你为什么要不依不饶？沈冰洁，你做了法外狂徒的事情，就要接受相应的惩罚。你少在这里倒打一耙。云奇，救我！那个发生什么事了？并且他做了什么，你们应该很清楚。赶紧给他请个好律师吧，否则我不保证他会不会把牢底坐穿。云奇，阿姨，你们救我！我都是听了你们的。冰姐，你这孩子到底背着我们干了什么呀？冰姐，你不是答应过我说不做偏激的事情吗？沈冰洁，你为了这种男人，把你的一生都搭进去了，值得吗？大嫂，你又在挑拨离间。事情办得怎么样？属下已经报警了，警察马上就会到，院方也会协助调查，会全力配合警察对盛董险遭投毒一案进行调查，务必要一查到底，把幕后黑手全部给我揪出来。是，没有人敢动了我的家人后，还能够全身而退，无论这个人是谁。云兰，这点家务事没必要搞这么大吧？高鹏飞，我都快被你害死了！你说这只是家务事？凝珠，你终于醒了。你不知道你出事后，云奇有多着急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哼！我知道你跟高鹏飞偷情。我还知道云奇是你们俩的野种。明珠，你别听乔年胡说八道，我不可能。住嘴！其实我早就醒了，乔年和云兰什么都告诉我了。你勾搭谁不好，你偏偏要勾搭苏璇。你要偷吃，也给我滚远点啊！明珠，你听我说，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们？
你们这样对我，哪儿对不起我？盛明珠，这些年我在盛家连条狗都不如，做什么都得看你眼色，我受够了。所以你和苏璇勾在一起，背叛我，还拿你们俩生的野种换走我的亲骨肉。盛明珠，你闭嘴！我的儿子不是野种，我给拼了！妈，在我心里只有你是我的亲妈，就算没有血缘关系，这么多年我对你的感情都是真的。云兰，报警！我再也不想看到他们了。敢报警，就永远别想知道你女儿的下落。我知道小姑的下落，妈，我已经知道小姑在哪儿了。王冕，去把人请过来。是。妈，当初江医生献血的时候，我就特意留了个心眼，所以事后也让云兰调查了一下她的资料。你是说，她就是我的女儿？孩子，这么多年，苦了你了，孩子。我们走吧。坏事做尽，你们想去哪儿？说到底，我也是你父亲，你一定要做这么绝？当初要不是我顾念血脉之情，你早就死了。哼，你笑什么？我是笑你有眼无珠，自己的孩子不管不问，哼，倒是乐意替别人养儿子。你在这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不会吧，这也太狗血了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云起不可能不是我的孩子。都这个时候了，我有必要骗你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苏雪，你告诉我，云起是我的儿子，对不对？宝贝，你弄错了。那云起到底是不是我的儿子？你说呀！是不是亲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贱人！是你从一开始就设计我，是你自己蠢，还怪到我头上了！我掐死你！盛总，警察已经到了，把人带出去。是。不要！放开我！妈，你就这么不顾母子之情吗？我盛明珠没有你这样的儿子。放开我！别碰！云兰，该提交的证据都提交了吧？妈，你放心，不管是哪些罪名，都够他们受的。这辈子，他们都别想翻身。是该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总算彻底改变了原书剧情，这大碗牢饭也该换人吃喽。乔年啊，太感谢你了！你救了云兰，还救了我，还帮我找回了玲玲，你真是我们盛家的福星。等妈出院了，妈一定帮你们两个办一个盛大的婚礼。乔年，我爱你。这是什么表情？是第一次听你说这样的话。以后啊，我会每天对你说一遍。盛太太，往后余生，请多指教。盛太太这个称呼听上去还不错，不过你好像还没有跟我求过婚啊。糟了，钻戒在王冕那里。乔年，我不想等了，现在就答应我，嫁给我好不好？看在你这么诚心诚意的份上，我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你了。